Hello， 我是 Jeff。出国留学在外，除了要随时小心人身安全之外呢，其实还有更可怕的东西要提防哦，那就是诈骗。你以为诈骗只有在台湾跟东南亚很盛行吗？错，其实美国留学生被诈骗的案例超多的。你就想说，留学生不是应该都是聪明的人吗？有能力的人吗？怎么会这么多诈骗呢？那当然是因为留学生很好骗啊。我来美国这4-5年啊，虽然自己没有被诈骗到过，但读书的时候其实还蛮常接到诈骗电话或是诈骗讯息的。偶尔会听说又有学弟妹被诈骗了多少钱啊，或是最近又出现了什么新的诈骗手法。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要来介绍一些美国常见的诈骗留学生的手法。如果你是正在美国留学，或是准备要来美国留学的同学，就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咯。那最常见的诈骗骗术就是一般的电话。诈骗收到最多的诈骗方式就是一些电话，你可能收到一些外州的电话，像是跟你说你有一些包裹未领取，或是告诉你说你车的保护过期了，保险过期了什么的，又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文件在大使馆之类的。在美国啊，其实买一般东西都可以很轻松的 track 到物品的位置，每一步运送的过程都可以用网站追踪到。一般重要的电话会叙述那一家公司的名称和来意啊，或者是留言让你回扣。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对方那边有留过资料的话，再斟酌要不要回电就可以了。像以我自己的情况啊，我自己买的包裹，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都查得到。而且有些服务我有申请过，我没申请过，有买过没买过，我自己都知道，人家也不会无缘无故就去联络你。在美国反而比较常是顾客打电话去客诉或查询状态。所以呢，大多数这类的电话啦，因为我知道是假讯息，所以我就冷处理。外州啊，或是不认识电话，就是直接不接加封锁就好了。那电话诈骗的骗术2就是移民局或是 FBI 的来电。这种电话常常都会说我们现在移民局啊或者 FBI 收到了你的文件啊，这个文件是有关你的签证的，说你的签证有问题，如果你不照他们指示的话呢，就会有警察找上门，你会不会逮捕？签证会不会没收？这时候你就想啊，那我去查看这个电话是不是诈骗记录好了。竟然真的跟移民局上的电话一模一样哦，跟网站一模一样哦。所以很多刚来美国或是快要毕业正在申请 OPT 的同学就比较容易被骗。先前也确实有听说过有些学弟妹被骗了好几万美金的故事。之前我朋友在快毕业的时候接到这种电话，我们也是很紧张啊，毕竟留学生在找工作期间的心态本来就比较不稳了。遇到这种有关签证问题的诈骗呢，就会更容易被骗。但是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就算你真的有签证问题好了，移民局和 FBI 也不太可能直接打电话过来的。要冷静下来，仔细想一下，我们这种拿 F1 签证来美国读书的人，就是最正当的签证了，其实很难会有问题的。读书期间啊，真的会接到很多这种电话。到后期啊，这类电话我一接到，我就是马上挂断了。不过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就直接跟对方说，我知道你是诈骗集团，不要再骗了。你行的话，你就真的派警察或 FBI 来抓我啊。结果你知道他回我什么？他竟然直接回我 "Go fuck yourself"， 然后就挂电话了。这算是一个没礼貌的诈骗集团。第3种骗术呢，就是有关快递公司的通知。他会打电话跟你说你有未签收的包裹，或者是他会跟你说你有一些国际快递，要你提供一些个人资讯，像是姓名、电话、SSN 之类的，像是 DHL 的包裹、UPS 的包裹，跟你说有未签收的包裹，需要你按人工语音进行查询，所以他可能会叫你就是用电话，然后按你的各种号码这就是要骗你个资的啦。如果是这种的话，就直接挂断就好了。第2个大分类呢，就是简讯或是 email 告诉你有中奖了，或是有什么回馈啊，或是有什么账单之类的。这类型的诈骗啊，通常会引导你去到一个网站填资料，或是你的信用卡号，然后你在那个网站就会发现刷卡的地方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卡都刷不过，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诈骗。然后你的卡片和个资就已经被诈骗集团拿走了，所以接下来你就会高几率被盗刷。这种例子的骗术啊，名目都是包罗万象的，像是 AT&T 的简讯啊，他会说我们多收了你的费用，需要退费给你，或者是说你参加抽奖中奖了，所以需要你填个人资料。但好笑的是，有时候我根本就不是 AT&T 的用户，我也没有参加过这种抽奖啊，所以这就很明显是诈骗。AT&T 其实也不会办什么抽奖啊，所以就算你是 AT&T 用户的话，也自己要注意。或者是有那种 email 说Amazon 要寄东西给你，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 link 嘛，然后一步步引导你去提供你的个人账户讯息，这个就是也是诈骗的一种。或者是 email 跟你说你的 Microsoft Windows
你的 Microsoft 的哪个部分有病毒，所以要你提供个资，然后他们会提供给你什么杀毒软体之类的。但最好笑的是，又不是每个人都用 Windows 电脑，对不对？所以这种邮件一看就知道是诈骗的了。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 email 就是它冒充它是 PayPal 的邮件，说你进行了某一个消费，所以呢你要补钱给他们，或是你要输入你的个资之类的。通常如果你去 Google 一下他们的商家讯息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点邮件的那个 link， 也千万不要就是填任何你的个资啦。再来还有那种很好笑的 case， 这个我没有遇过，但是网上说的，反正 email 内容就是说但是某一国的富二代或者什么亲王然后说什么哇现在周转不灵，账号被 hack 了说没有现金，这个就比较瞎啦。我其实不太相信有人会被这个骗，但是如果你有收到这类型的 email 的话，还是要好好提防。留学生继承遗产，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太瞎的话，或者留学生莫名其妙的中奖得到一笔小的钱财，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相信了吧。像是有可能会说你莫名其妙的中奖啦，然后他会跟你说你中了10万块，但是你要先寄2000多块的手续费给他们，或者是那种Costco， 他跟你说你办了 Costco 会员，你中奖了，所以你要补多少钱给他，然后他才会给你这个现金，就是那种很老套的诈骗手法啦。大家就千万不要被骗了，也千万不要点击那个 link， 千万不要输入你的任何个资。讲到这种简讯诈骗，前一阵子也有收到这类型的简讯，那时候点进去还输了卡号，想说怎么都刷不过还连续输了两三个信用卡的卡号，结果都刷不过。后来呢，把这个简讯的内容拿去 Reddit 上一搜，哇，完蛋了，是诈骗，所以就赶快去把卡停了，然后赶快去把信用卡给换了，防止说你的信用卡被盗刷，或是你的个人信息外泄。只能说这种事情其实还是很容易遇到的。再来还有一个是我没有遇过，但是网上有人遇过的是招募骗局，骗你的个资的。有关这类的招募的骗局，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防不胜防。这种骗局呢，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刚毕业在网上急着要找工作的同学。像最近招募市场就是有点科技寒冬嘛，所以有一些比较着急的同学就有可能受骗了。一般他们会冒充一些比较有名的公司，跟你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开了新的办公室，然后准备招人。他们给的条件都会特别好再来就是邀请你来面试。你一开始面试你不会有面试经验嘛，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的指引，然后你就提供你的履历，然后跟他们聊，再来他们就跟你说恭喜你被录取了，然后要提供给他们所有的你的个人的资料，比如说你的 SSN 社会安全码、驾照的资料、护照的资料等等。然后他们还会告诉你这个公司是远程办公他们会寄支票给你当做你的薪水。当然啦，你收到那个支票当然是假的你收到的支票绝对是兑换不出来的。接下来他们就会告诉你你要提供你的银行卡的讯息你的账户讯息这样我们才可以把钱弄到你那边嘛。这样这个诈骗集团他之前已经知道了你的个人的资料，然后你的银行号码、你的 SSN， 他们根本就可以很快的把你的钱转移出去，而且有了你的 SSN， 他们还可以用你的名义去办信用卡、办很多东西。所以呢，千万要注意这类型的骗局有几个点是特别要注意的，像是这种诈骗集团发给你的 email 你要注意一下，这是不是公司的官方 email？ 你看它的 at 后面的是不是公司名称？不要一看到说哇，这是一个很好的 offer钱很多就放下戒备了。而且一般正规的公司都会透过什么 Office Zoom Google Meet 这种正规的软体跟你视讯面试。如果他跟你说我们只需要简讯面试或是电话面试聊一聊就通过了，那很大的几率是骗子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些面试经验，根本就不太会有公司就是只有这样子面试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个人资讯给出去，特别是你的 SSN 还有你的银行卡，也千万不要透过简讯或是 email 来聊 offer 那些的。通常一般好的公司，你录取之后 Human Resource 会打电话给你，你的主管也会联络你，不会叫你用 email 发你的个人资讯，那都是你录取之后再去公司系统里面填的。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类型的 case 或者是在找工作期间，也千万要注意不要被诈骗了。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几个常见的美国诈骗留学生的方式，大家真的要多加注意如果很不幸的你已经泄露了你的银行卡号出去了，泄露了你的 SSN 出去了，请千万一定要马上把卡给停了，然后打电话给银行，把信用卡的号码、卡号整个都换掉。如果你已经被诈骗集团扣款盗刷了，也一定要马上打去银行取消交易。如果很不幸的你已经把钱给转出去了，也要马上打给银行看看能不能讨回款项，取消这个交易。在美国可能你先去报警不一定比较有用，先联络银行比较有用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也可以帮我把影片分享给其他会有兴趣的人哦。我是 Jeff，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See you。